俗话说啊，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只有绿色的车子才能够让这个绿牌看起来没有这么绿。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就能够飞到来北京来这边测试小米汽车的第二款电动车，就是小米御7，就继苏7那个Sedan之后，所以它诞生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直接冲着 Tesla Model Y 来，他们叫水桶车，就是在方方面面的，无论是售价、电池大小、续航里程、设备规格，都是碾压 Tesla Model Y 的。当然啦，在2026的第一季度呢，这个小米御7的销量可以说是紧随 Model Y 的其后。当然，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在于它已经紧逼 Tesla Model Y， 而是它从平地一声响，已经超越了很多中国新能源品牌的同类型车型、同级别的车型。所以在中国这边它的售价跟 Tesla Model Y 是相差1万块人民币左右。Tesla Model Y 大概是25万，它是24万多，真的就差那1万块而已。从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Let's go。那我刚才讲的是不是没有错？在这个大绿面前呢，这个中绿跟小绿看起来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好像跟车子融为一体，哇，整个就是浑然天成的一个车牌颜色。所以这个小米御7在中国这边有御7、御7 Pro、御7 Max 跟御7 GT， 然后同样的 recipe 就是你买到入门版呢，就是单马达，往上走就是双马达，然后0到100更快、更快、更快，更强劲、更快，设备更多。但我要讲的是我今天拿的这一台是入门版，就是24、25万起的小米御7，即便是最入门的版本，它已经非常的 sporty， 它有 spoiler， 有这个压尾翼，然后我很喜欢它的 rear bumper 后保险杆这边是喷漆的，而且用了时下最流行的这个环抱式的 LED 尾灯。在今天你还在用贯穿式 LED 车尾灯 ，sorry， 你已经落伍了。整个车子看起来就是很怎么讲，很 muscle， 很 strong， 但是同时它又有一点点秀气。当然了，这个小米御7的外观造型其实是饱受争议的，在网上很多人都称它为法拉米。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从这个车头灯呢可以看得到 McLaren 720S， 然后在车尾的部分呢就看到一点点 Aston Martin DBX 的这个造型。当然要讲最像的还是 Ferrari Puro Sangue， 也就是法拉利史上第一台4门车型。那支持者就认为小米的策略就是用最低的认知成本获得最高的美学倍数，这是一种致敬而不是抄袭。那反对者就认为呢，小米汽车的这个操作其实是作为一个世界500强企业连续2款车型都走这种像素级的致敬，它会严重损害到中国汽车原创的这个声誉。当然作为观众的你同不同意好看才是硬道理？既然雷军能够用30万人民币左右的价格把极致美感跟智能座舱结合在一起，抄不抄袭、争不争议又有什么所谓？你buy不buy这种论述？虽然造型上小米御7看起来是比 Model Y 小，但实际上呢，车长是4999mm versus 4750mm， 轴距是3000mm versus 2890mm， 所以比 Model Y 更长，轴距更长。然后事实上，在这个价位当中，所有要挑战 Model Y 的对手都是比 Model Y 长，比 Model Y 大。不管就车身尺寸还是内部的空间利用率等等，因为你要挑战它，你要比它端出更大盘的这个牛肉才能够吸引到人这样子。然后当然这个小米御7我觉得它的整个 proportion 比例上面是非常的，可以讲是黄金比例啦，就是一眼哪怕再不懂车，对车一窍不通，对车完全没有概念的人都会知道，哇，这不简单。从它的车漆、造型、颜色等等，像大家都知道我是第一批去意大利试驾 Ferrari Puro Sangue 的这个国际媒体啦，很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 Puro Sangue 为了不要显现出它是一个4门车，它就把手把放在这个地方，可是这个就用了一样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当然我不确定小米御7有没有提供像 Zeekr 7X 这样子的电动开启的车门，因为这个是最低配的嘛 ，OK， 不到25万人民币的东西，对不对？阿布拉基有嘛，然后充电接口在这边，所以整体上我觉得这个是19寸空气力学轮圈，它是一个有盖子的啦，所以它不是特别 sporty。可是我还是要表达，我很惊讶的就是， even 是最低配的小米御7，它都已经看起来很高配。
你看 Model Y 最低配是60 kWh 的 LFP 电池，它是96.3 kWh 的电池。看我一个入门级给到你接近100度电了，太夸张了。所以这设备啊，不只是堆好堆满，还堆得很美。我昨天刚取车的时候呢，我想要查看一下它的前备箱到底有多大嘛，然后我就在荧幕里面去 select， 我 click 一下 bonnet 的 button， 我才意外惊喜的发现，原来它的前面的 bonnet 是用电动开启的，就是它的 gas lift 是 electrical 的，然后我按下关闭的时候，它也可以自动关闭。那你看中国现在已经竞争到这个程度了啊，就是连前备箱都要给你标配或者是选配这样子的东西。当然，在小米汽车的发布会上面，经常会强调前备箱是用来衡量一台电动车的纯不成熟、成不成熟的其中一个标准。然后确实，它可以给你去选配超过100多公升的这个前备箱作为一个附加选项这样子啦。然后前备箱真的是可以大过 Model Y 的对手不是很多啦。这个是副驾驶座，预期有一个 Tesla Model Y 没有的东西，就是主驾零重力座椅，副驾零重力座椅，然后你只需要在荧幕里面去按零重力进入，正在进入零重力，请注意安全。OK， 所以因为一般上我们想到零重力座椅都是在 Toyota Alphard、极氪009这样子的车型，可是这个是一个 SUV，OK。说在中国市场这边啊，连不只是说后座要有什么零重力，连主驾跟副驾都要有零重力座椅，而且它是有推脱的哈，是可以升上来这样子。所以以我身高178cm 来讲，这个零重力座椅真的是省去我很多功夫啊。因为有时候我坐在我的电动车里面，我想要这样子坐，然后我就要自己手动去电动调整。但是就算我手动调整也不能，因为它的推脱，整个椅子的设计要做到能够去支撑，然后星空顶这样子。在北京秋天冬天可以啦，在马来西亚就跟它看掉 ，OK。然后这边又有冷气出风口，就可以躺到这样子。主驾也可以的啊，不是副驾不好的啊。我现在调去主驾进入零重力，请注意安全。OK， 所以2个人都可以躺在自己的椅子，手牵手。不可以喝酒 ，OK， 喝饮料 ，OK， 看着天空，多么的浪漫，多么的罗曼蒂克 ，romantic。等哦。可以，现在换一个身份。现在我变成老板，我要坐在后面，头部空间够不够？勉强够用啦。这个也是他最被很多人吐槽的东西，就是后排的这个头部空间太小吧。Come on 啦 ，OK， 有1好没有2好的嘛。你要他美，你要他帅，你要他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没有这样的道理的嘛。所以为了要弥补这个东西呢，小米就给你130度的倾斜程度。应该是我在这类型的 SUV 上面做到椅背可以倾斜到最斜的一个斜度了。再来，小米预期呢，后排有一块荧幕，那 Model Y 也有，它有什么了不起？有，因为你把它推开之后，它可以拿出来 ，OK， 因为它就是一个手机，它是一个平板这样子。那小米汽车啊，小米公司什么东西不多，这种东西小米最多，所以你不要用的话，推回去它就可以放在里面。但对于小孩子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啦，因为 once 他知道可以拿出来，他就会一直拿出来，然后可能会把它弄不见掉这样子。然后这边呢，打开的话，它有一个冰箱，这冰箱是一个附加选项来的啦。你看，真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然后座位底下还有抽屉。不过只限于副驾驶座椅啦，这个好像 Zeekr 7X 也有，冷气出风口这边有，这边也有，这个很好。这个 Model Y 要6人座才有柱子的这个出风口这样子。OK，Aircon 关掉，打猫 Aircon。小爱同学，中间请讲。关闭空调。后排空调是关着的。小爱同学，全车空调关闭。所有空调关了。说实话，我这几年下来看了很多的电动车，中国电动车、中国新势力、中国新能源，大家其实都是沿着 Tesla 的那个套路，就是一个荧幕，做完全部的事情，差别只是你有钱你就有料，给你更多的料，你有钱你可以买25个 speakers 的音响系统，你有钱你可以买冰箱，你有钱你可以加多一个荧幕变成双屏，从驾驶座到副驾驶座，哇，一整个像 IMAX 3D 电影这样子的感官体验。但我觉得小米
它厉害，它高明，它高招的地方就在于它的 ecosystem， 它的 operating system 就是 OS， 像这个是小米 HyperOS。那在马来西亚我不懂，但是在中国这边啊，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他从家里的客厅到厨房到婴儿房到主人房到客房到家里的大厅，都是用小米家电、小米的冷气机、小米的空调机、小米的各种东西的时候，你很难不会想要买一台小米的车子，因为它有米家连接应用的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就很像现在我用 AirPod， 我用 iPhone， 我用 MacBook，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 Apple 的产品。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台 Apple 的电动车，我会不假思索，不管它卖多少钱，不管它要等多久，我会无脑入手 Apple 的产品，我不管 OK， 除了那个戴眼镜那个叫什么了，我连名字都不懂，除了那个之外了 OK， 我会买。所以我觉得小米有别于中国其他汽车品牌的，就是它玩的是隐性的东西，就是很多人看 Tesla 什么都没有，但是 Tesla 的 OTA、Tesla 的 FSD 不是你肉眼看得到的 OK。 小米玩的东西也是一样呀，它已经肉眼非常的养眼，但是它肉眼之外更多是你看不到，更多是你不知道的事。所以我觉得小米教会这个汽车市场，或者小米向市场上示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 instead of build car，除了造车之外，你还要创造一个生态系统，创造一个 ecosystem，which is 我觉得短时间里面没有几个品牌可以具备小米这样子的资本，这种 ecosystem 生态系统的资本。我不用跟你讲里面什么功能 ，OK， 就很像你买 iPhone， 你也不用看 review 的，对不对？Alright， 大家好，我现在人在北京，开着这个最新的小米玉7 YU7。那这是我第一次开小米，久仰大名啊，你知道吗？所谓的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在网上，在展车间，在车展上看过了很多小米的车子，但当你真的实际，坐在驾驶座，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在北京，郊区的这个交通去行驶的时候，你才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OK， 加速，很丝滑，很流畅，也不会感觉到重量，因为我开的这个不是双马达双电机 all-wheel drive 的版本，我开的这个算是一个入门版的，所以它只有一个后马达。rear-wheel drive 的 version， 所以一般上这个级距啊，就是这个轴距大概2900到3000mm 的电动 SUV，通常后轮驱动会比前轮驱动好开的。我指的是没有全力冲刺的时候啦，就一般日常驾驶。所以很多时候，你买到入门版的，你不只是会考量到可能设备少一点，续航力可能少一点，但是与此同时，你获得了更轻的车身，你在运动的时候会更加的自然，因为如果你车子更重，你要用更重的悬挂，像空气悬挂去补偿它，所以补偿这个补偿那个，最后车子就 2.5 吨、2.6吨，就本末倒置了啦。就是你为了去 carry 那个重量，然后你要装更多东西，然后装更多东西，车子就会更重，你知道吗？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子。把这个小米玉7啊，讲真的，我虽然看过它很多次，可是早上他们把车送过来给我的时候，我一看到还是会哇一声，因为你知道 Model Y 这个级距啊，大部分它的对手都是朝向 family， 就是家庭 family SUV 这样子的方式去设计，这样子的方式去打造。可是玉7啊，不管是你从车头、车尾，特别是车侧45度角，你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方位看到它，特别加上这个保时率，哇，你真的会觉得说，我不是在买一个 family SUV， 我买的是一个 sport car， 我买的是一个好像 Ferrari Pro 上轨这样子的一种体态。然后这个车子它有这个全景式的仪表板，就是全景式的抬头仪表板。其实我第一次用这个东西是在 BMW iX3， 就是 Neue Klasse 上面。反而小米我是之后才试，但我知道网上大家都知道是小米先BMW 抄它啦 whatever 啦 ，OK 不确定 ，OK 不确定谁先做，然后谁先 apply 谁先生产吧。总之我要讲的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good to have 的东西。可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开车就看马路就好了啦 ，OK， 基本你知道自己的电量，自己有没有超速，自己的时速，基本的导航地图的资讯，它more on是一种点缀，多过于一种实用啦。
对我个人而言啦，因为它真的太像法拉利了，所以每一次我一抓到它的方向盘，我就会想到法拉利的至理名言，就是 Eyes on the road, hands on the wheels， 就是 hands on the steering wheel。So， 当然我刚才从我的酒店出来之后，我发现到啊，我的试驾经验里面啦，我很少有遇到一台电动车，它是可以把它的 regen 做到这么极致的。我不是说极致的强，是极致的弱啊。你看我现在有柔和，所以柔和的话啊，它的回收强度只有1%，标准的回收强度为100%。喂，大佬，咁極端嘅，你要買100%，然後當然它還有自定義啦，你可以從0到100%。哇，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東西，因為 Model Y 是給你這個 acceleration 還有 deceleration mode， 所以它到底減少了多少我們不知道。你可以在0了嘛，所以你在0的話，我現在踩它完全不會停，它就 freewheeling 這樣子。所以對於這個 PMSM 啊，就是叫什麼啊，泳池同步電機來講，可以做到0啊，是很厲害了的。OK， 應該用了不少的這個方法去完成它這樣子。等下我要回去導航。OK， 我要直行的，可是這個路線哦，是亂到一個沒有朋友那一種。現在我是綠燈啊，Batam yeah， 等咯。OK， you can't do anything， 你就是保持耐心，步步為營，不要慌啦，慌了也是做不到什麼的嘛，係咪 ？OK， 我要注意右邊，因為有很多準備要上班上學。可以加速。啊，这个轴距，这个车重，后轮驱动，后马达，如果不好开就有病了啦。很好开，很顺，隔音 OK， 然后底盘有厚重感，底盘是豪华车的 level。当然 ，for Malaysia 的 market 来讲，你说 Model Y、小鹏 G6 跟 Zeekr 7X 啊，都不错了的，没有哪一辆是真正很烂很差的。不存在这个，因为市场已经竞争到这个阶段，已经白热化的竞争。如果还有一个对手可以端出比别人差的这种表现来讲，他也连 showroom 都走不出去了啦。OK， 所以你可以上到马路，可以卖出去，就证明你有一定的实力，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当中存活下来。所以我觉得小米预期的这个。当然我知道它的售价在中国是从25万、24万左右起，对我们Malaysia来讲一定是便宜的啦 ，OK， 因为你虽然我觉得 convert 是毫无意义的啦，把你真的大要 convert 的话，它是大概135千马币啦，不可能的嘛 ，OK， 所以 Model Y 在马来西亚的起步价是大概是170-180千。我觉得就算它会来到，它也未必会像 Model Y， 因为 Model Y 卖全球，它卖美国，它卖欧洲，它卖澳洲，它卖东南亚，它卖亚洲很多国家，所以那个分摊成本上面肯定目前来讲没有人够 Model Y 来了。但是就中国的国内市场来讲，我觉得小米预期已经紧逼着 Tesla Model Y 的这个车尾灯了，它已经在 tailgating 它了，在闪它大灯了。Model Y 香味，它刚推出的时候有那个新车红利嘛，所以它就一度在某个月份就超越了 Tesla Model Y 的这个销量 ，which 是就它超越 Model Y 是一个指标。那更重要的就是 Tesla Model Y 如果站在山顶的话，它站在它的下面山脚下山腰上已经没有人了。OK， 我觉得这个是小米预期它达到的高度，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干到了一件大家精心策划、大家蓄谋已久要做的事情。他们叫什么？中国叫水桶车啊。OK， 就一个水桶，水桶有很多块木板的嘛。OK， 有些人的木板长，有些人的木板短，所以你一个水桶能够装的水，不是取决于你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你最短的那一块木板。OK，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高速公路，我们现在稍微尝试一下运动模式。3、2、1 ，Go！
OK， 这个呀，加速的线性当然是不在话下的，非常的强，非常的舒服。加速 ，OK， 我们现在是往首都机场的这个方向，even是单马达啦，不是双马达，这个车子的动力都已经很强。OK， 虽然车子重嘛，我们知道比 Model Y 重至少200公斤，电池更大等等。哇，这条路很新啊！小爱同学，在把车道偏离警示关闭。安全起见需要手动操作。丢了呀！帮你打开页面了。关闭，关闭。OK。你说的是哪个？可以再说下。回去导航，回去导航，回去导航。OK， 继续导航。OK。这边的限速是登录后才能使用这个功能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小米玉7它标配了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它也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这打比我必须要用手机的 App 去登录，我才可以使用，因为这种讲求责任啊，所以你要登录它，确定是哪一个车主在使用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这种阿猪阿狗是没有办法登录去使用这些功能的，所以我就只可以单纯是体验车子的这个叫什么了，车子的驾驶。OK， go。OK， 过弯表现的话呢 ，OK， 因为我现在开着 Regen， 就我习惯了。OK， 我开电动车，加电动车没有 Regen， 加电动车你不加为汽油车就好了。加速 ，OK 因为小米玉7它有3个轮圈尺寸嘛，它有19寸、20寸跟21寸。Of course， 这个是最低配、最 low spec、最入门的，所以给你的是19寸为这个 Hankook Iron 轮胎。加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我在北京拍摄小米玉7的这个介绍影片分享我自己对于小米汽车，我自己对于小米玉7的看法。那大家知道我的频道在过去我看 99% 都是以马来西亚市场消费者会买到的车型为主，我很少会加那一些短期、中期、长期都可能不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车型。但是我觉得汽车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我们除了作为马来西亚消费者要了解我们国家我们的市场有卖什么东西之外，我觉得在有一些想要学习的这些心态，也可以来看一看中国市场的电动车到底走在多前面。像我前一段时间也到杭州试驾了 Zeekr 9X， 到广州试驾了小鹏 P7， 还有这一次来到北京试驾小米玉7。那我相信希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中国这边驾一些可能马来西亚市场不会有，或者说肯定不会有的车型，给我们的消费者知道说到底世界大事，就好像你看国际新闻这样子，你人可能不在美国，你人可能不在中东，不过你要了解，你要知道 OK， 你要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那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作为一个车评人，作为一个汽车使用者也好，我觉得可以透过小米这个汽车知道到底汽车可以去到什么程度 ，OK， 一个 ecosystem 可以玩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在注意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看 like 加 Facebook Bash， 我们下期影片见。OK， 在我们结束这个小米玉7的简单介绍影片之前呢，我们就来到了易车网的易车金港赛道这边，用这个封闭道路测试做一个结尾。当然了，因为这个小米玉7它不是 Pro Max Ultra 版本，它只是一个单马达的入门版，19寸轮圈，很基本的设备而已。所以你稍微用一点力这个 ESC 系统就会出来锁轮胎了。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车子的操控表现是比我想象中的好的。你看，我可以压着弯给触，只是像这种弯你的刹车距离就要提很前，不然你看车子不要停，懂吗？ With carry 这么多的重量啦，我看至少2.2吨、2.3吨起，加速。But handling 表现是很 OK 的，只是它毕竟是一个 SUV 它不是一个 performance 的这个电动车所以它不是在赛道的，它只是让我知道这个车子的底盘确实足够强，只是可能设备上不管刹车盘的规格啦、轮胎的规格啦，
它不够轻啊，而且那个笨重感是很难的，它就是好像一头大象这样子，懂吗？所以你再加载下去，我可能就会晕车了，懂吗？加速。OK， 刹车。要耗费不小的力气这样子，所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小米预期的这个试驾影片。那希望未来我还会经常再来北京，经常来这边找一些车子试驾给大家看。